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一代又一代的国乒人在每一次封闭集训休息日后的集结都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东京周期也从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封闭集训正式开启。上个奥运周期，中国乒乓球队在里约连续第3次包揽奥运会的4块金牌。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不仅赢得了金牌，更赢得了民心。整个大家的这种关注声中，是吧？每个人乃至球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这种变化其实对我们来说，某种意义上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大家这种关注度，我觉得有时候自己会去感觉有一些不适应。一上肯定会不适应，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其实看到他们在比赛这种现场给你加油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这种无形的动力。其实这就是说，我们球队一直努力想去得到的，是吧？除了我们在外边是吧赢得荣誉，是吧为国争光，更多的是社会的认可、自身的价值，是吧？怎么能够体现？我觉得这才是相匹配的，这才会让大家更快乐、更有动力。在极大的社会关注度下，队伍如何建设，辉煌如何延续，都是国乒在每一届奥运会后新周期开始前必须做的一些战略调整。2017年3月，国家乒乓球队召开教练员竞聘会。教练是吧？是球队的大脑，怎么能够让他供血足？一定是针对几个周期的布局、培养、搭建。对教练组的重组是东京周期的首要大事。和前2个周期不同，这一次教练组增加了像奥运会冠军马林、王皓、世界冠军刘国正这样熟悉又年轻的面孔，主力队员的主管教练也重新分配。这是近3个奥运周期调整最大的一次。现役的这些教练团队的年龄架构，普遍更加年轻化了。他们这个年龄，如果说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周期时期，如果再不让他们到国家队去效力，给他们这样一个平台的话，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动力、他们的梦想和目标就很难去实施了。除了新鲜面孔的加入，刘国梁也不再兼任男队主教练，只担任总教练。而作为男队主教练的唯一竞聘人，拥有11年国家队执教经验的秦志戬当选男队主教练。最大力量还是来自于对球队的感情吧。无论是从队员一直到现在，从年轻队员变成老队员，从老队员变为年轻教练，然后从主管教练到现在做了1个月的主教练，我觉得在这个球队，特别是男队，我就没有离开过。可能球馆也变过，也装修过，也去重新盖过，宿舍也盖过，但是人一直没走，就是想让自己挑战一下。这位曾带出马龙的大满贯教练，在奥运周期轮换之际上任，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特别是这2个大满贯嘛，能延长他们的运动寿命，才能给这个队伍带来更多稳定性的东西。因为我的聘期是2年，不是4年，现在还不能走到东京，只是2年。我再把这2年这个之内这些东西，队伍的稳定性，能让它扎扎实实先稳定。然后尽可能在年轻队员当中，能提出来1、2个进入到这个核心层面。同样，另一位大满贯教练肖战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东京周期，他不再担任张继科的主管教练，调任女队担任刘诗雯的主管教练。上一个周期虽说女队赢了，但是整体上来说，是吧？从蔡局跟我聊的也是说，女队教练班子还需要加强。固然有，是吧？李准这样的这种功勋教练，是吧？包括陈斌在这个丁宁身上这个周期的这种成功，是吧？但是他的一些年轻教练还没有说完全担当起来。肖战过去的话，他会带过去一些男队的经验和一些思想理念。从2002年开始在国家队执教，肖战就一直在男队。
第一次教女孩子打球，肖指导的压力有点大。也许这种思路啊，这些可能都得转变，它是完全是2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所以呢，我也在尝试，因为很多教练在帮他们牵拉嘛，我也在尝试。反正他们也天天调侃我，我就拿这些小的试一试。让我把这几个动作先学会。是这个吧？对，没问题。够吗？我不准，往上，真的拍拉过来。我送了。有吗？别拍我了！别拍了！你什么表情？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在蓝队，你过去我要跟这颗签了，他都不让，打死不让。好，你别，千万，我再疼，我再累，你别给我签。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训练完了，你千万别在我面前出现，千万别。女孩可能走进她的这种身边，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刚刚完成教练员竞聘的中国乒乓球队亮相亚洲锦标赛，此时还有不少队员的主管教练尚未分配。亚锦赛是里约奥运会后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洲际大赛，而这支还在磨合期的队伍遭遇了不小的冲击。4年没有输过外战，连胜180多场的马龙，爆冷输给韩国选手丁祥恩，无缘16强。其实自己也准备的挺充分，也很认真的去对待，但就是达不到自己可能最好的时候这样一种状态，力不从心那种感觉是在场上。同一天，同样是大满贯的丁宁，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17岁小将平野美宇逆转。你也没有很明显的有效战术。哎呦，这平野美宇战胜了丁宁。就是感觉这球跟我想象差太多了。半决赛，朱雨玲对平野美宇。哎呀，日本选手平野美宇战胜了朱雨玲，晋级到了女子单打的决赛。准备就不是很充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自己需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吧。冠军的争夺战是由中国队的陈梦对日本的17岁的世界杯冠军平野美宇。我队友有2个已经输过了，所以自己也特别希望能够在自己这最后一场能够把比赛拿下来。他的整个心态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感觉他自始至终，从第1分到最后1分，人都显得特别轻松。平野美宇获得了第23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冠军。已经是非常难受的时候了，在领奖台就看见国旗是在23名出现的时候，然后又听见日本国歌的时候，那会儿是我觉得自己真是要崩溃了，觉得真的太难受，就从来没有过。当时的时候就是发完奖，升国旗奏国歌，砰才想起来要奏日本国歌。可能以往很少有女单在领奖台的时候是外国人拿冠军的，就以往最多就是自己人拿冠军嘛，反正都是奏中国国歌。在我脑子里第一印象说，升国旗奏国歌肯定当当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国歌就起来了，国歌，日本国歌，我第一感觉哟一愣，哦要站起来，然后去听，我才发现好像我第一次听，这种感觉还是说挺不是滋味的，觉得挺沉重的，很自责，觉得自己不会再让这一幕再去出现吧。女单的失利让男单的金牌更不容有失。然而与马龙位于同一半区的许昕负于日本的丹羽孝希无缘4强，男乒单线失守。我身上的压力会突然感觉到变大了，变重了，因为你代表的不是一个组或者是一个人，你可能代表的是中国男队，半壁江山。给自己下的任务就是比赛要赢，一定要赢，赢了想尽一切办法能赢下来，让我缓口气，让我缓口气，回到部门训练。刘指导开玩笑，别输了以后成为历史上最短的男队主教练。决赛在20岁的樊振东与韩国选手丁祥恩之间进行。好球！漂亮！
樊振东3比0战胜了韩国选手丁祥恩，获得了第23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新周期的第一次比赛也是一个开始，希望大家能够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在新周期，其实我已经开始去发动、去冲了。此次亚锦赛，中国乒乓球队还是保持了所有团体赛和双打的胜利，但女单的失利和男单的单线失守，还是给这支刚刚开启新周期的队伍敲响了警钟。因为是在中国，因为是日本的选手，因为他连过了中国3关，这个是我们没法接受的。如果说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就是亚锦赛，就是女单失利，那没有什么，人家赢了要给人家喝彩。同时更激励我们在世锦赛当中，我们怎么去努力，怎么去敲警钟。这种警钟没有比任何人讲更好了。既然运动，我们的主力能认识到，教练能认识到，我认为这对我们没有比这更大的好事。亚锦赛结束的第2天，中国女乒直接从无锡转战湖北黄石，开始备战杜塞尔多夫世乒赛的封闭集训。训练馆里更换了此前准备好的标语，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亚锦赛失利的画面。然后每天在训练练累的时候，包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那个大屏幕上滚动这个视频，还是很激发自己内心的这种斗志。里约奥运会的落选，亚锦赛的失利，都在激励着陈梦为东京奥运会而拼尽全力。在上一个周期的时候，觉得奥运会觉得特别的遥远，而这一次呢，感觉如果我去努力了、全力以赴了，甚至拼尽全力了，可能是有机会的。东京奥运会是自己一定要去完成的这个目标吧。这次世界比赛，我觉得特别想去用这次比赛去证明自己吧。同样渴望通过这次世乒赛证明自己的还有朱雨玲。作为中国女乒的3号主力，朱雨玲最近的状态有些低迷。自己的心态，包括自己的整个技术方面的能力，跟自己的想象还是有一些差距吧。还是要通过长时间的这种跟自己的这种斗吧，跟自己去较劲。我虽然没有完全的去解决好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在慢慢一步一步的跟自己比，还是有进步吧。最主要还是他思想能认识到，思想捋顺了以后，只要有一个点能突破，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爆发的可能。这一个周期是没有退路的，没有任何的退路。我就是去全力去争取这个东京奥运会。与年轻的小将们不同，在里约实现大满贯的丁宁，后奥运时期需要寻找到内心的动力。一直挺迷茫的，不知道自己未来要怎么去走这条路，甚至说自己还能够再打多长时间，就是都会有一些问号。对于我来说，其实不管怎么说，我的运动生涯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其实你是能够看到的。那么不管我现在还有多长的时间，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我希望我能够更加享受于这个在场上的这一刻，因为每一刻可能每一个时期都会变得非常珍贵，然后所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去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只在乎结果的一个状态。在新一个周期，自己也是现在队里的队长，然后也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好像感觉在上一个周期，说实话，我觉得自己还像一个小运动员一样的感觉，为了梦想啊，然后全力以赴的一种状态。等到这个周期，虽然这周期刚刚开始，但就是好像感觉到有一种年代感，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稳重，变得内修更多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对你的这种信任。丁宁的双打搭档刘诗雯也是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同一代球员，在新周期更换了主管教练，成为肖战的弟子。肖导看上去是特别爷们儿的那种形象，但是从亚洲锦标赛开始接触，觉得其实内心特别细腻，尽快的去跟肖导去配合吧。我一可以压住战，我就特别容易僵在比赛里。
越打越僵，越打越僵。而且为什么我的球打到第6、第7？适应新教练，找到新周期的目标，对刘诗雯并不容易。连续2个周期竞争奥运单打落选，长期世界第一却没有分量最重的单打冠军。去年在世界杯之后，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有考虑过退役啊，这些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徘徊吧。但是最后呢，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放弃挺可惜的。对我自己还挺想在，挺享受在比赛场上那一瞬间吧。里约奥运会虽然只打了团体，但是我觉得奥运会给我留下的挺美好的一个回忆，因为有过站在冠军领奖台那一瞬间的那种开心和激动吧。看别人在打单打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底下挺羡慕的，因为也在底下看了2届，也想去争取这个冠军嘛。和女队一样，中国乒乓球男队也在亚锦赛后直接来到深圳龙岗封闭集训。每天训练开始前，队医都会给张继科受过伤的脚踝缠上绷带。当你可以去跟对手对抗的时候，你会想办法，赢了输了你都会从中找到问题。当你出现伤病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站在球场上，这种感觉是比较痛苦的。伤病是张继科在里约奥运会后所面临的极大困扰，而突如其来的社会关注也让这位大满贯的位置和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从10个人给你加油的时候，一下到这种几百人、上千人的时候，你肯定会感觉被他们这么一叫的时候，可能瞬间这种精力上就会分散，然后再去回来的时候会很困难。但慢慢适应了以后，其实也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的加油跟外国人是不一样的，0比0怎么加油，到10比10还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去适应他们，你不能让他们去适应你的节奏。里约他虽说没有拿单打的冠军，但他收获的社会的认可，是吧？球迷的这种追宠，是吧？比他在拿冠军的时候还多，他会觉得很有动力。可能真正让自己更快乐的这种感觉是在奥运会以后啊，真正能够无论在打球上还是对这项体育的真正了解上，要比之前要快乐一些。其实亚洲锦标赛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能打成什么样，完成不好的话，世锦赛就很难去了。比较无助的时候，这种外在的力量会让你更强大。进入封闭集训，张继科的主管教练变成了曾经的队友刘国正。适应新的教练，适应新的伤病，适应新的位置，都是在新的奥运周期他所要面对的。hold 不住了。这40多天时间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自己还是比较满意。还能打球，还能参赛，就很快乐。先以身作则吧，能够把自己的最好的东西能展现在球场上。刚刚在里约圆梦的另外一位大满贯冠军马龙，在亚锦赛上终结了自己180多场的连胜。从封闭集训一开始，他就无法进入状态。刚来这儿打前几次比赛，自己打的都特别不好。秦指导还说：“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看过你打这样。”就在场上，感觉就消极，打就有时候会放弃了，就感觉哎，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跟自己可能最好的时候相比，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或者是自己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会有些焦虑、焦躁这样的。对于追求完美的马龙来说，如何接受输球是他在新周期的首要任务。在场上就不想输，这么多年来可能一直在保持赢的状态，不想轻易的去输一场，所以某种意义上也会有这样一种压力吧。
这个周期对于输球这样挑战有可能要比上个周期要多得多，所以无论是心态上调整还是思想方法上调，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或者学习的一个阶段吧。新的周期里必须要有变化，无论是心态上、技术上各方面，我觉得都需要有一个新的尝试或者是变化，你才有可能再走4年。如果是按之前上个周期的话，这种一成不变的话，我觉得自己肯定走不到4年以后。希望自己能够想赢不怕输。奥运会赋予水谷隼，亚锦赛单打不敌丹羽孝希。作为队内唯一的直板选手，即将第5次参加世乒赛单打的许昕，已经站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公训练之前，自己的这个半年的状态也一直是不好，人是迷茫吧，自己的定位也是没有正确的去看待吧，消极的东西很多，负能量的东西很多。许昕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他能走多远，还是说掉得更快，那就不好说了。已经是队里4号了，是不是？那他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大的动力。新周期的第1次封闭训练，许昕的心态和状态都在发生变化。我就把自己当成中国队的5号，一旦能真正的去放低姿态的话，我觉得在比赛中，自己的一些背负的压力也会小。希望能在新的周期自己能够在有压力的同时，自己学会怎么样去减轻压力，怎么样去放低位置。这次杜塞尔多夫世乒赛很可能是许昕证明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我无论你采用什么手段，什么方式，只有一个目标。这个冠军对我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也是自己也是梦寐以求的。只要能赢得比赛，荣誉也好，对自己的肯定也好，我觉得都是可能是自己最想要的。2013年，第1次参加世乒赛单项赛的樊振东只有16岁，而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国乒不可或缺的主力。希望自己能够担当这个位置，我也相信自己能够担当好这个位置。东京这个周期吧，对于自己来说，跟里约这个周期肯定是不一样。东京自己确实是势在必得，必须要去参加，并没有任何的退路。新周期自己应该能够是成为一个承担更多重任的一个角色吧，因为现在20岁，可能过几年在自己年龄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核心，包括能够去成为这个更新换代接班人嘛。我觉得是不是基本功是你的这种基础，但是到最后攻坚的时候，一定要超出对手的想象，对手怕。刘指导也经常说5大战役嘛，如果谁能把这个第1战打好的话，可能对于整个位置，包括后面的一些就会更好了。这也是自己第3次打世乒赛了吧？前2次自己都没拿到冠军嘛，然后这一次参加2项，首先是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冠军吧，单打上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吧。因为连续拿了2届亚军嘛，不想打冠军是不可能。争冠的心，每一个运动员都有。我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卫冕冠军的状态上。我就希望打一次1号台吧，别打到整个比赛连1号台也没打过。只要是发挥出我自己的东西，我相信别人要战胜我也很难。他们可以继续往上走，那为什么我木子不能呢？在场上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始终都不要去怀疑自己。因为1、2、3次的种子排名都是中国人，第一个目标是进前4，守住自己1/4这个半区吧。世界比赛还是有机会的，最终的目标还是能够站在决赛场上的。我希望在杜塞尔多夫这座城市里，让所有人记得我。之前的比赛冠军都拿过，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挑战，去享受这样一个过程。我相信在杜塞，他们一定会能赢下来。我们想要的比赛，一定。